大家好。昨天下雨没有出来啊。前天呢是元旦，我到 Stanley Park 去骑行了一个整圈啊，还了一下心愿，也是让即将要告别加拿大留下一个非常好的记忆。最美的不过就是 Stanley Park 这边的山山水水啊，还有港湾的downtown的景色。今天总算天又放晴了，其实是个阴天啊，但是呢，今天早上很奇怪，下到地下停车库拿我的单车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后轮胎是完全没有气的状态的。检查了一下呢，并没有擦到钉子。那我的理解呢，应该是哪个地方漏气了。我就用自己的打气筒打了一下气，现在骑到街上再去找个加油站打打气，看看如何。转眼之间呢，时间已经来到了2024年，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但是不管是街上的感觉，还是家里面的情景你可以说是新旧年的交替非常的平顺，或者说呢波澜不惊就没有掀起什么特别新的热点。大家呢无非就是从这一年机械的转入到新的一年而已。普通人呢，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过自己的日子而已。原本呢，我今天打算去伯纳比图书馆去看几本书就那天专门去图书馆看了一些书就感觉还是有些中文书以前没有见过。两岸三地的不同的书籍呢，会有不同的观点，对于一些历史的事件呢，也会有不同的描述但是我要看看这个单车这个气能不能坚持到图书馆，还要考虑到回来所以我现在来到这边打点气好，现在呢我打了点气但也不敢打得太足。我不知道是因为
上次补的那个又有点脱胶了，还是有了新的漏气的点。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还是要骑到街上啊，向着我的目的地Metrotown 的本纳比图书馆骑行。万一要是漏气的厉害呢，那我只能掉头回去了。就这点路走都可以走回去了。虽然加拿大这边呢，真的道路没有像中国那么拥挤啊，因为人和车其实都有限，但是呢，它也有个上下班的高峰，就是你如果要出来比较避开这些相对比较多的车流的时候呢，你最好就是到上午9点多，等人家都上班去的时候呢，你才骑出来，这样呢，你在路上就可以比较安全、比较快捷地到达你想要去的目的地。
现在呢，经过了煤球烫啊，昨天呢，我无意当中啊也看到温哥华这个地铁，他们叫 SkyTrain 的一些介绍。原来呢，温哥华第一条地铁线呢是在1985年开通的，就是世博线，叫 Explore Line。当时呢是为了迎接1986年在温哥华召开的世博会啊，就有了这一条地铁，或者说一大部分呢都是轻轨啊，是架空的列车。然后呢，陆陆续续又有了千禧线，还有长青线啊。最后一条呢是 Canada Line， 大概就是这么30条线吧。但是呢，还是有计划的，要修到更远的地方。比方说，到了1935年呢，会修到 UBC， 还会修到兰里啊。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线路。总之呢，会慢慢的不断的去建一些这样的地铁线路，以满足这个城市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人口增长以后的出行的需要啊。所以现在我所处的煤球烫这边呢，已经迎来了一个人口的爆发性的增长。这边呢，从以前的一个 shopping center 变成了彻彻底底的一个城镇和商业中心啊。我骑到这边呢，目的地就在前面了啊。左前方呢就是本来比图书馆，但我也感觉我的单车的后轮呢还是有一点点漏气，相信呢是以前补的地方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些渗漏啊？应该是这么一回事啊。也不管了，等一会儿看看到底怎么样吧。到了图书馆啊，还是有一对妇女同志在这边跳舞。哦，这边还留了一个位置给我。嗨，大家好。现在呢，我从图书馆这边往回骑啊，但是很不幸，我的单车呢还是漏气了啊。估计呢，这是原来补的地方有了一些渗漏。但我加了一些气呢，应该还可以骑一下啊。看到了加油站呢，再去把它打多一点。
骑回家去，再去修理这个单车啊。现在呢，就从这条新建的石阶骑到 Kingsway 上面去。刚刚在 Metrotown 的丽晶广场的2楼啊，丽晶酒家喝茶，和家里的孩子还有亲戚的孩子一起，感觉还是很旺啊，座无虚席的样子，并且呢，味道也不错。这是我第2次到这边来喝茶了啊。在Metrotown附近，如果你要去 Richmond 就更不用说了。只要去那些华人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呢，你还是可以吃到家乡的味道，可以买到中国的食品，其他的用惯的中式的一些东西啊，觉得这个都还是挺不错的。特别是刚刚在Burnaby图书馆，就在Metrotown边上，看了一本林徽因的书。其实还是有些感慨，因为呢，它也有大陆出版的林徽因的著作，其实还有一本我们来一起看是台湾出版的，相信呢，两岸三地都会出版这些名人的书籍。但我相信呢，两岸三地啊，他会从不同的视角选取不同的作品，也会在这些书籍里面呢添加不同的篇章。我觉得都能够看一看，就相对而言啊，就可以还原比较真实的林徽因，以及当年民国很多的风云人物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图书馆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精神的食粮啊。文化方面的
虽然已经明显感觉到这个车轮的气是不足的，骑起来有点软，但幸好呢它还能跑啊，希望能够坚持到前方的加气的地方就会加。前方这个 Super Tailgate 就有打气，准备去打点气啊，轻松的骑回去。好，我加了一些气啊，感觉比早上来的时候漏的要快了一些，估计也坚持不了太久了。
幸好这段路比较近啊，只有2个地铁站的距离，所以很快的就回到住所附近了。趁着没有漏光器之前，而且呢，看天色已经飘起了雨来了，这样就可以顺利的回到家。好了，今天啊，虽然有一些惊险啊，差一点就是回不来，要推车回来了，但幸好呢，还是坚持到家了。那我们把这一段呢，也当做一般的骑行分享，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一段出行再见，拜拜。